大家好，我是圆圆。我之前有拍过关于永久居留证还是健保卡的影片，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台湾人有时候没有很清楚外国人住在台湾到底可以拿到什么东西，然后哪一些东西外国人不行。所以我今天想了拍一个影片，会讲到外国人在台湾的权利。每一个项目我会给你3秒想一想，然后我会给你答案。准备好了吗？开始哦。OK， 外国人可不可以申请健保卡？可以。其实外国人申请健保卡不是很难，只要在台湾工作，在台湾付税就可以了。我相信大部分在台湾工作的外国人都有健保卡。我们申请健保卡的钱跟台湾人一样，好像一样，应该一样吧？外国人可以在台湾捐血，这个其实要看状况。基本上没有法律说外国人在台湾不可以捐血。我要跟你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来台湾之前，常常会去捐血，这是一个习惯，每几个礼拜、每几个月都会去捐血。那我到台湾的时候，我看那个捐血的巴士，我进去，然后我开始准备填资料，然后我看那个问卷说，你从1980到1996年有没有住过欧洲？当然，因为我是法国人，我是在法国出生，从1987一直到2008年都在法国，所以当然那段时间我在欧洲。那台湾有一个规定说，你如果那段时间在欧洲，你永远不可以捐血。为什么有这个规定？其实你如果记得30年前还是20年前，英国有那个狂牛症的病毒，然后这个病毒是一个很奇怪的病毒，好像它可以在身体里面好几年、好几十年，可能20年、30年，然后突然会出现。所以我们在法国也有这个规则，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在英国，你也没办法捐血。不过法国它特别是针对英国，因为英国好像是最多这个病毒的地方。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决定整个欧洲都一模一样，在1980到1996年的时候，住在欧洲不可以捐血。所以在台湾的外国人可以捐血，但是好像大部分的欧洲人没办法。OK， 下一个，外国人可以在台湾当Uber 的司机吗？开车那个 Uber 的司机吗？你觉得呢？其实不行，因为呢，如果你要当 Uber 的司机，你需要考一个特别的执照，不是一般开车的执照，而是一个就是专业当司机的执照。然后这个执照只有台湾人才可以考试。那当 Uber 的外送员呢？你觉得呢？Uber 的外送员好像是可以的，然后我自己亲眼看过台北有一个外国人，他是外送员。OK， 下一个，投票，外国人在台湾可以投票吗？不行。对，这个也是蛮正常，大部分的国家也是一样的规则，只有国民的人才可以投票。有一些国家，好像瑞典，就算你是外国人，你还是可以投票某一些事情，不一定是投票选总统。但是我记得我在瑞典有投票过，我住的地方的一些事情，他们可能觉得，既然我住在这里，我还是可以决定，我住的地方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蛮合理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也可能也不喜欢让外国人决定自己国家的事情。我可以了解两边的想法。下一个，信用卡，外国人可以申请吗？可以，对。其实信用卡我有，我知道有时候申请信用卡有一点的不简单。他们会看你的薪水，他们会看你的状况，有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是有一些条件。但是
那些条件，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应该是差不多。不过我申请的第二个信用卡，我本来也被拒绝，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是会去银行跟那个经理聊天，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应该是一个错误，然后他真的帮我处理。我觉得外国人申请信用卡不是有问题的，而是有可能对外国人比较严格一点，我自己觉得。下一个，外国人可以在台湾考汽车或机车的驾照吗？你觉得呢？对，可以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有一些条件好像是你需要有一个超过6个月的居留证，所以你如果刚好在台湾，可能读书3个月还是6个月以下，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考。所以我在台湾都考过机车、汽车都有。暂停一下，你如果喜欢这个影片，你如果喜欢我的频道，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订阅一个频道是免费的，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知道超过1半的人看我的影片是没有订阅的，所以你如果还没订阅，那我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当频道的会员，我会拍更多的影片给会员看。OK， 下一个，你觉得外国人可以在台湾当警察吗？你觉得呢？这个不行。其实台湾很多这些工作就是公共的服务，只有台湾人才可以做，所以只有台湾人才可以当警察。这个其实我可以了解，因为好像大部分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有一些工作只有国民才可以做的。好，下一个呢？你觉得外国人可以在台湾打疫苗吗？你觉得呢？对，这个你可能已经看过好几个外国人在台湾拍打疫苗的影片。外国人可以在台湾打疫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病毒，它不在乎你的护照，它不在乎你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你一样可以被传染。所有住在台湾的人应该有一样的权利，可以打疫苗。好，下一个蛮有趣。外国人可以在台湾申请贷款吗？你觉得呢？其实这个是可以，没有什么法律说外国人不可以申请贷款。但是我准备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也研究，然后我发现很多外国人说他们的银行马上拒绝他们完全没有去看他们的状况，他们赚的钱，他们的之类的。他们说对不起，外国人没有办法申请贷款，所以好像就算法律上可以，但是我相信是一个有一点难度的事情。下一个，你觉得外国人可以买农场吗？还是森林，就是买地？你觉得呢？这个是不行，可能是台湾的地没有那么大，然后好像外国人没有办法买地。好，最后一个，你觉得外国人在台湾可以收到退休金吗？你觉得呢？是可以的，但是好像只有有台湾的永久居留证才可以收到退休金。基本上，你收到永久居留证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开始把你的薪水的一个部分放在你未来的退休金。然后我好像跟台湾人一样耶。我记得我几年前开始有永久居留证，我的公司跟我说有一个固定的钱的部分放在退休金，然后有另外一个部分我是自己可以决定，好像有3% 到9% 的薪水可以放在额外的退休金，所以这个钱退休之后可以就是拿回之类的，所以外国人在台湾也可以收到退休金。OK， 这个影片到这里。希望透过这个影片，你可能更了解外国人在台湾的状况，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的事情。你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你如果有更多要问我的问题，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我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大家收看，请你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给我一个赞，然后我跟你说下次见，拜拜。